万没有想到把一个钢丝球放在口罩当中，这样包起来，作用居然这么大，解决了家家户户的大困扰。做法简单又实用，但是很多人还并不知晓这个方法。那么快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我们每天洗碗、刷锅都会用到钢丝球或者百洁布之类的。一般钢丝球用的较多，因为像锅中有残留的锅巴，甚至是烧焦的地方，都是要用钢丝球才能刷掉。但是每次这样洗碗过后，可以看见碗是洗干净了，但是咱们的手上会残留大量的油脂，还得重新再次用洗洁精或者洗手液之类的再洗一次手，这样真的是太麻烦了。其实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这样的一次性口罩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像这种一次性口罩，我相信有很多家里还非常的多吧。我家还囤着几大箱呢。这里我们只需要把口罩的2根耳刮绳给它取下来，这里直接用手就能把它撕下来。当然，有的口罩构造不同，我们也可以用剪刀给它剪下来。而撕下耳刮绳过后，我们只需要把这2根耳刮绳给它一端先打一个结，这里我们一定要打死结，防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分开。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现在耳挂绳已经处理好了，那么这时候用没打结的一端，把它从钢丝球的当中给它穿过去。由于钢丝球用的过久，它当中已经乱成一团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手在中间给它抠一个洞出来。当然，如果怕把手弄伤，我们可以也借助一根筷子来穿一个小孔，差不多这样。然后咱们把挂耳绳的一端从这里穿过去，一直拉到底。然后耳挂绳的另一端，我们再次从这里挖上一个孔，另一端也从孔中穿过去。最后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钢丝球。处理好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然后找出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子。其实像这种塑料瓶子在我们家中有很多的妙用，以后喝完了千万不要再直接扔掉了。先把瓶口下面大约3公分左右的位置给它画上一道口子，因为如果直接用剪刀剪是不好弄的，因为它没有下口处。像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剪刀从刀口中剪过去即可，直到把这个塑料瓶的一端给它剪下来。最后我们只需要用到这一部分即可。可以看见非常的不平整，我们用剪刀给它修一修。虽然说它是塑料，但是如果有凹凸的地方，一不小心也会将手给划伤哦。这里我们尽量给它修理平整，像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找出一个打火机，最小火，把边角处再烤一烤，这样可以防止有没有处理到的地方。通过用火烤一烤这个方法，再也不用担心这些不平整的瓶口将手划伤了。最后把瓶盖弄下来，然后找出一个工具，比如说小刀，在瓶盖上面钻2个孔。如果你觉得用刀钻起来比较麻烦，
那么可以找一个铁钉，将铁钉烧热，那样就能轻轻松松的在瓶盖上面穿上2个小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一个赞吧，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直到把瓶盖上钻上2个这样的小孔即可，然后将另一部分拿出来，把瓶盖给它拧紧，最后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瓶子。接下来找出一根牙签儿，然后把穿上挂耳绳的钢丝球拿出，将挂耳绳的一端用牙签儿给它这样穿起来，再把它从我们钻出的小孔中给它穿过去。因为如果不用牙签，耳挂绳又非常的软，因此非常的难以穿过去。同样的方法，另一端也这样给它穿过去。最后再用力拉，拉的过程当中，用手稍微收拢一下钢丝球，让钢丝球和瓶盖牢牢的接触在一起，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在耳挂绳的一端给它再次打上一个死结，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。最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钢丝球。当然了，挂绳的另一端我们也可以给它打一个结，因为这样一来也可以起到一个悬挂的作用。比如说用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给它挂起来，再也不用担心每次洗过碗直接给扔在洗碗池里面了。这个洗碗神器做好之后，我们来试一试效果。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盘子来做试验，当然了，任何一个锅碗瓢盆都是可以的。然后不管它有多油，我们用这个洗碗神器来刷，再也不用担心将满手都弄上油脂了。所以啊，朋友们，如果你平时洗碗刷锅，经常将手上弄得油脂特别多，那么不妨把钢丝球与矿泉水瓶，再用口罩制作一个这样的洗碗神器吧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，还不错吧？你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哦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